那出去，一旦有了危险，那怎么办呢？谁能负得起责任呢？放屁！你根本就不想负这责任。2012年上映的电影《飞越老人院》被导演张扬称作老年人的青春励志片，剧组堪称国宝级千岁天团，许环山、吴天明、田华、王德顺、牛奔等老艺术家齐聚，年龄相加超过3000岁。斯琴高娃、廖凡、严炳彦、徐帆等实力演员甘愿客串配戏。电影最早敲定参演的是葛存壮，他为了演老金这个角色，在家提前2个多月反复琢磨造型与表演。开机前1周却突发疾病住院，遗憾错失。葛优后来透露，一提没能演这部片，老爷子就血压升高，成了他晚年最大的遗憾。片中开破旧大巴的戏份没有替身，全是实拍。许寒山68岁考取驾照，亲自驾驶故障频发的旧巴士，车上载着多位老人与贵重设备，每次拍完都一身冷汗。拍摄全程标配救护车与医护人员，剧组准备2辆房车专供老艺术家们休息，被演员们称为待遇最好的剧组。导演张扬的父亲张华勋也客串出镜，既是工作，也是一场特殊的父子和解。电影剧本源自真实事件改编，包括东北老人造小房车带母环游、北京花甲背包客周游世界、台湾梦骑士摩托环岛，这些故事共同催生了这场疯狂又动人的晚年冒险之旅。不只看热闹，更要看门道。欢迎来到观影悟道。老葛生活在一个重组家庭里，老伴去世后，他的继子想要回母亲的房子，老葛便彻底没了容身之所。老伴的遗嘱里留给他20万，继子很干脆地把钱给了他，想打发他快点走人。老葛也是爽快之人，提着一只行李箱，捧着一盆最珍视的兰花，离开了那个不属于他的家。人到晚年，身体一天天衰退并不可怕，真正让他心碎的是无处可去，老无所依的绝望。走投无路的老葛想到了自己亲孙子的婚礼，他满心希望能从婚礼上感受到一点亲情的温暖，可现实却狠狠地给了他一击。孙子结婚，家里没有一个人通知他，他像个外人一样贸然出现，立刻遭到了儿子的当众驱赶。您上这干嘛来了？我们没请您。我孙子结婚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他并非刻意打扰，只是想把老伴遗产中留给自己的20万全部交给孙子，当做新房首付，尽一份祖父的心意。可即便如此，家人的态度依旧有些冷漠，父子之间似乎藏着多年未解的矛盾与怨恨。老葛简单祝福这对新人，放下钱后黯然离开，转身前往养老院，投奔自己多年的好友老周。老周是养老院里的灵魂人物，他年轻时是公交司机，性格开朗，热情仗义，是老人们的开心果。他不甘于养老院枯燥乏味的生活，当他得知超级变变变在天津有国内选拔赛，入选后就能去日本参赛时，便主动萌生了带领院里老人组队参加的想法。老葛抵达时，养老院已经没有空余床位，院长明确表示无法办理入院。重情义的老周不忍心看到老友流落街头，主动提出让老葛和自己挤在一间房，院长心软同意。老葛总算有了临时的安身之处。和老周、老葛同住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老人老金。老金上了年纪后患上痴呆，经常一惊一乍，胡言乱语，生活无法自理。可他的3个儿子没有一个真正关心父亲的身体与情绪，全都像秃鹫一样盯着他的财产，对他的日常起居不管不顾。入住养老院的第1晚，老葛就体会到了极致的煎熬。房间的床板又硬又凉，同屋的老金晚上时不时会突然大喊大叫，骂他的几个儿子，这让老葛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第2天早晨，老葛的儿子主动来到养老院，把他之前给孙子的20万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。这钱拿回去吧，当初该给的时候您没给，现在又不会要。这钱是我给孙子的。你以为这20万就能偿还您20多年欠的债啊？滚！混蛋！只有你们欠我的债，我不欠你们的。你滚人家！你滚啊！儿子没再多说，灰溜溜地走了，留下老葛一个人伤心。老葛，怎么了？我老伴去世的前1天，就砸了个花盆，那是不好的预兆啊。到了夜里，让老葛崩溃的是，
他发现自己竟然大小便失禁了，衰老带来的尊严丧失让他无地自容。他不想被老周发现自己的窘态，更不想麻烦好友，只能轻手轻脚地拿着床单躲进卫生间，用冰冷的自来水反复清洗。身体上的狼狈远不及内心的冰冷。老伴离世，儿子冷漠，自己年老体衰，连最基本的生活尊严都无法保全。多重打击让老葛彻底崩溃，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幸好老周听到动静，及时赶来阻止，才避免了悲剧发生。老葛对着老周崩溃痛哭：老了，我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啊！老伴走了，那个家归了别人，我自己的亲生的儿子，过了这么些年还在记恨我，连弥补的机会都不给我一次。这番哭诉道尽了无数空巢老人和失和家庭的辛酸。好在养老院的老伙伴们没有放弃他。得知老葛的遭遇后，大家齐心协力为他的兰花换了个铁盆，手工打造了一张木床，还凑来被褥，亲手缝制整套。一张简单的木床，一床温暖的被褥，承载着老人们最纯粹的善意。深陷绝望的老葛重新感受到温暖，慢慢走出阴霾，重拾对生活的热爱，并正式加入了老周的表演队伍。老周编排的节目创意新颖，他计划让老人们扮成麻将，模拟打牌的过程，用简单又有趣的形式完成超级变的比赛。这个想法看似简单，可对于平均年龄超80、身体机能衰退的老人来说，却是极大的挑战。想要表演有条不紊、整齐划一，必须练习基本功。养老院的院子里，老人们排成一列，跟着音乐转脖子、弯腰、起身，一边练一边跳。原本沉闷的养老院瞬间充满生机与活力，大伙儿脸上久违地露出了笑容，仿佛暂时忘记了年龄、病痛和生活的烦恼。可这份快乐很快被现实打断。院长关掉了老人们的音响，说不建议大家做这么剧烈的运动，怕他们受伤。同时，院长还带来一个消息：明天是重阳节了，院里头给大家安排了节目，还会有爱心人士来探望大家。虽然每年都是这套老流程，但好歹也算给老人们添点小惊喜。这天，老葛的孙子主动来到养老院，老葛欣喜若狂，以为是亲情破冰的信号。可还没等他上前打完招呼，老葛的儿子就怒气冲冲地追了进来，当众指责孙子装模作样，就是来要钱。我来看爷爷不行吗？装什么装啊？你就是来要钱来了吧？对，我是要钱来了，我得拿那钱买房。他的钱就是不能要。那你给我呀？你他妈就不能长点志气，自个儿挣去啊？双方当着众人的面爆发激烈争吵，老葛儿子还给了孙子一巴掌。今儿你要敢要他的钱，你他妈就不是我儿子！老葛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再次被悔恨与悲伤淹没。而养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各有各的辛酸，有的儿女嫌自己穷，从来不曾来探望。老周的女儿失去联系7、8年，至今杳无音信。每个人都在晚年承受着亲情的缺失，各种苦楚只有自己知晓。选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，老人们的麻将表演也练得越发熟练。老周找到院长，提出要带大伙儿去天津比赛，可院长始终坚持安全第一，说必须满足2个条件才能放行。一是所有老人的子女必须签字同意，二是子女们必须先到养老院来观看表演，确认安全可行。老人们虽然觉得麻烦，但为了实现梦想，还是答应了这个要求。演出当天，老伙伴们精心打扮，信心满满的登台。他们的表演别出心裁，趣味十足，夸张的动作，默契的配合，看得台下观众连连发笑，掌声不断。所有人都以为这场表演会顺利结束，参赛之路会就此打开，可意外偏偏在最后时刻发生。一位老人在表演中突然伤到脖子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这次意外成了参赛的转折点。子女们出于对老人安全的担忧，绝大多数人都坚决反对自家老人外出参赛。院长和子女们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，从养老院到天津路途遥远，表演过程中还有诸多不可控因素，一旦老人出现意外，没人能承担责任。面对子女和院长的阻拦，老人们彻底怒了。人家院长说的对，你们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了，那出去一旦有了危险，那怎么办呢？谁能负得起责任呢？放屁！你根本就不想负这责任，把我们往这一扔，你们还都觉得心安理得了啊！可无论老人们如何反抗，院长最终还是否决了参赛计划，并且禁止他们再进行任何危险的排练。老人们的梦想似乎就此破灭。就在所有人都放弃希望时，老周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经常呕吐、咳嗽，甚至尿血，精神大不如前。
在老葛的再三追问下，老周终于坦白了隐藏已久的秘密，他身患膀胱癌晚期，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。老周不想躺在医院里，浑身插满管子，带着伤痛和孤独死去。如果生命的结局注定无法改变，他宁愿高高兴兴，不留遗憾地离开。参加超级变变变是他临死前最大的愿望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个朴素的心愿，去看看大海。活了一辈子，从没见过大海，就想去海边看一次日出。看着老友虚弱却坚定的眼神，老葛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帮老周完成心愿。他重新召集养老院的老伙伴们，劝说大家一起把计划进行下去。可经历了之前的受伤事件后，不少老人都打了退堂鼓，怕自己出意外给子女添麻烦。这时老钱跳出来说：“咱们都替孩子忙活一辈子了，就没替自个儿忙活过。你还真以为咱们这些老东西有人稀罕呢？没有了，往后啊，就全靠自个儿疼自个儿吧。”老钱说的对啊，凭什么咱们的命运由这帮小兔崽子们来决定？这句话戳中了所有人的心，最终大家重新下定决心，继续追梦。考虑到麻将表演风险较高，而且人数不够，老葛从生活细节里琢磨出一个全新的创意，利用镜子反射原理，让大家同步做一套动作，模拟镜像人物。表演既简单又安全，所有老人都能参与。这个想法得到一致认可，大家开始秘密排练，和院长打起游击战。6、7、8、3。为了顺利前往天津参赛，老人们在老葛、孙子的帮助下，开始策划一场轰轰烈烈的养老院出逃计划。他们先在旧车处理厂找到老周年轻时开的大巴车，一点点翻新打扫，把这辆破旧的车变成承载梦想与自由的专属座驾。与此同时，老葛也向一直默默支持自己的孙子坦白了父子矛盾的真相。你奶奶死得很早，当年我还真想找个老伴过日子，可是你爸呢，是坚决的反对，也是他生把我们给拆散了，我这心里可别扭了。后来你爸娶了你妈，要生你了，你爸嫌这房子太小了，他就拼命的给我去介绍老伴儿，我心里太明白了，他就是想把我给轰出去，要占那所房子。就是这样，我也随着他的意，找了个老伴儿，搬出去住了。可是你爸也真让我寒了心了。再往后，你爸的腿摔残了，没工作了，想做买卖又没钱，他就找我要。我说啊，我这个钱可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一分没给他，他就说我自私，嘿，往后就再也不来往了。说完，再次把20万交到孙子手中。孙子得知真相后，终于看清了父亲的真面目。回家后和父亲大吵一架。反正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要这钱，就不是我儿子。我可以不要这钱，但是我需要房子住。你能和我妈搬出去，让我搬进来吗？混蛋！我亏你想得出来，我抽你小兔崽子！你当年不也是为了这套房把爷爷轰走的吗？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呀？你为什么一直都骗我？你怎么这么跟你爸说话呀？当初你爷爷他说是跟我们过不惯，是他自己要走的呀。爷爷没有你说的那么坏，他现在过得一点都不好。你不觉得这都是你的自私造成的吗？父亲依旧固执己见，不肯认错。孙子试图缓和他们父子关系的努力也暂时以失败告终，但他更加坚定了支持爷爷的决心。出逃那天，老人们借口舍不得表演道具，坚持要亲自处理装车事宜，同时又安排2位老人在门口故意吵架，吸引保安的注意。趁着混乱，大家藏进道具箱里，悄悄溜上了大巴车。车子缓缓启动，驶离养老院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露出了畅快的笑容。沿途，他们还接上了同样想去比赛、坐着轮椅的老林。破旧的大巴车行驶在蜿蜒的公路上，沿途风景美不胜收，窗外是被秋色染黄的树林，还有大片迎风摇曳的向日葵。他们仿佛返老还童，重新拥有了年轻时的洒脱与自由。另一边，院长发现老人们集体失踪，心急如焚，立刻联系了家属。老钱的儿子钱总觉得老人们不会开夜车，追上去应该不难，便立刻带着院长出发了。老人们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，途中老周因身体不适退下休息，换由老葛来开车。
不久后，一辆小货车故意在大巴车前晃悠挑衅，老葛凭借多年的驾驶经验和高超的车技，丝毫没有惯着对方，巧妙化解并成功超越。就在老人们庆祝自己实力不减当年时，大巴车突然爆胎，被困在半路。这时，挑衅的小车停在他们面前，几个年轻人拎着家伙，一脸凶相地走下车，看起来像是要找麻烦。养老院的老人们却丝毫没有害怕，反而不慌不忙地迎上去。怎么着？你们是想单练呢，还是打群架？年轻人本来抄起家伙想干架，可一看满车都是老人家，态度瞬间软化。这场小风波最终在感动中顺利化解。看似凶神恶煞的年轻人不仅没再为难他们，反而主动帮老人们修好了轮胎，帮助他们重新踏上了旅途。追赶途中，钱总一路抱怨老人不懂事，在他看来，自己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已经尽到了赡养的义务，这次出逃纯属是给他添乱。院长却给他算了笔账，我们的父母现在都有70岁左右了吧？我们假定他们还能活20年。以我来说吧，我每年只有春节那几天能回家过，其实也就是5、6天。但是每天真正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，也就是2、3个小时。5、6天是10几个小时，20年是200多个小时。想想就觉得可怕，总觉得20年还很长。可是这么算下来，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就只剩下10几天了。钱总听完沉默不语，陷入深深的反思。这边老人们在大草原上看到了奔腾的骏马，他们唱起歌，笑着闹着，还去野餐，尽情享受着眼前的一切。晚年的孤独与悲伤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院长一行人最终追上了大巴车，想劝老人们回养老院。坐在轮椅上的老林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：老人院都快把我憋死了，我没儿没女，不会有人来看我，这你知道。我来老人院都7、8年了，眼睁睁地看着一些老伙计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了，我能不想到我自个儿的结果吗？那我在这里待着是干嘛呢？这明摆着是等死吗？每天看着老人院那片天，心里边想着我这是等死的，这还活个啥劲呢？面对老人们那坚定的眼神，听着他们含泪的倾诉，院长的内心彻底被触动了。院长不再劝阻，决定全程陪同老人们前往天津，既保障他们的安全，也成全他们的心愿。一路上，老人们也没忘了排练，他们放起白龙马的音乐，在空地上排成队形，有模有样地练起了动作。当地人围过来看，老人们也不怯场，大大方方地表演起来，赢得了一片掌声。晚上，大家钻进路边的蒙古包，和当地人一起喝酒唱歌。那一刻，没有养老院的规矩，也没有病痛的纠缠，只有歌声、笑声和久违的热闹。历经波折，老人们终于抵达天津。可刚到目的地，老周的病情就突然加重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已经到了弥留之际，即便如此，老周依旧坚持要参加比赛。他撑着最后一口气说，这是他临死前的愿望，一定要和最好的朋友们一起完成。在老周的坚持下，老人们带着他登台表演。他们的镜像表演创意十足，简洁有趣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默契，引发全场观众阵阵笑声与掌声。老葛的儿子也在电视机前默默看着舞台上的父亲，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，多年的怨恨与固执开始慢慢松动。最终，他们的表演拿到了满分，成功获得晋级资格。互动环节，老周用尽最后力气道出了自己参赛的另一个秘密：他的女儿执意嫁去日本，定居后已经和他断绝关系7、8年。他参加节目不仅是为了完成梦想，更是想让女儿在电视上看到自己，临终前当面说一句对不起，不想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。他哽咽着说，我女儿要是听见了，我这一辈子就是死了也不遗憾了。这番话让全场观众泪目。演出刚一结束，老周就彻底撑不住，倒在了伙伴们的怀里。众人没有停留，立刻带着老周乘坐大巴车赶往海边，想帮他完成最后的心愿。海边的清晨，天色微亮，老周躺在沙滩上，望着远方的海平面。海的那边就是他思念多年的女儿，他终究没能等到日出，也没能再见女儿一面。在伙伴们的陪伴中，安静地闭上了眼睛，带着遗憾，也带着圆梦后的释然。老周去世后，
老伙伴们没有沉浸在悲伤中停下脚步，他们想为这个一辈子带给别人快乐、心怀善意的老伙计再做一件事。在老葛孙子的调解下，老葛的儿子终于放下怨恨，主动加入进来，帮忙制作背景、搭建道具。新一轮的比赛中，在仿照月色的光影下，老人们尽情舒展手臂，模仿海浪的起伏，从月落一直到日出，象征新生的光亮照耀大地。这是他们为老周献上的最后一场表演，承载着最深厚的友情与敬意，为这场轰轰烈烈的晚年冒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看完《飞跃老人院》，UP 心里沉甸甸的。影片没有刻意煽情，却将衰老、孤独与尊严刻画得无比真实。他不回避变老的狼狈，行动不便，被家人忽略，甚至失去尊严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有热爱，有梦想，想看看更远的世界。老了不是终点，丢掉热爱和尊严才是。这部电影在提醒我们，别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才后悔陪伴太少。养老院不是安置点，更不是囚笼，真正的养老是让他们有依靠、有快乐、有体面地走完最后一段路。养老院看似安全舒适，却像一座温柔的牢笼。老人们不缺衣食，缺的是自主与体面。他们不愿在等死模式中耗尽余生，宁可冒险出逃，也要夺回对生活的掌控权。真正的养老不该是被安置、被看管，哪怕垂垂老矣，也要能按自己的心意活一天赚一天。尊严从来不是年轻人才配拥有的东西。老周身患绝症，仍要登台。老葛重拾勇气，重燃希望。一群八旬老人练节目，开大巴，闯远方。他们用行动打破年纪大了就该安分的偏见。梦想没有保质期，热爱不分年龄。最可悲的不是白发苍苍，而是一颗还没老就提前熄灭的心，不敢做梦，不敢出发，不敢再为自己活一回。老葛崩溃欲绝时，是老人们为他打床送被；老周临终心愿，是一群老友拼尽全力成全。在子女缺席、亲情疏离的晚年，是同龄人的懂得与搀扶撑起了他们的尊严与快乐。血缘未必可靠，陪伴从不遥远。那些懂你悲欢、陪你疯狂的人，才是晚年里最暖的光。本期飞跃老人院解说完毕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。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。我们下期再见。